身为万年英爵的你，居然敢对着全校知名美少女一直看！喂，不要一直看着我啦！就算你这么说，你那脚直接踩进臭水沟里的姿势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实在是让人会忍不住想看。我又不是喜欢才踩进去的，真是糟透了。等下还有打工的说，这样一身臭味根本去不了了。打工？几点开始？5点开始，怎么了？还有大约1个小时半呢，先回趟家如何？我光到家就要1个小时了，绝对赶不上的。那确实不可能呢。那要来我家吗？只是借你洗个澡的话也可以哦。哎，如何？我家的公寓就在这边而已。我要借，谢谢你。话说，不管他陷入了多大的麻烦，但他可是跟我处在不同世界的人类啊！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主动向他搭话上。他的名字叫做杰奇智能，是同班同学。虽说在教室里他就坐在我的后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因为是非常少见的美少女。她在学校里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和总是宅在家里又没有朋友的我相比，她跟我所处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但我还真没有想到她会接受我的提议呢。毕竟那时的状况是真的非常紧急，所以这是逼不得已才会这样的吧。也就是说，现在的状况是只是偶然发生的而已。但即便如此，那位美少女现在正在我家洗澡，呵，真舒服，连衣服都借给了我，真是帮大忙了。那真是太好了，这个纸袋给你。纸袋？这个纸袋是干什么？难道是让我套在头上吗？你应该会需要袋子装脏衣服的吧？在打工的路上去一趟洗衣店的话，回来的时候应该就能装进去了吧？哇，太贴心了。好，那就这样吧，快点出去啊！怎么突然这么冷淡？我知道了，你是在想，要是我被你父母看到了该怎么办，对吧？居然将女孩子带回家是在做什么之类的。而现在也是你父母差不多要回来的时间了，所以才会这么着急要把我赶走，对吧？虽然我在想，你应该只是想要捉弄我而已吧，但是真是遗憾，我的父母都在海外工作，所以我都是一个人住的啊，一个人住。那么你应该有在家里藏魔法书之类的吧？啊，藏在哪里呢？哇，笨蛋，快住手！看着你这么慌张，果然，呵呵呵呵，那种东西不管你怎么找都找不到的，我只有漫画而已。话说你快点给我出去啊！哎，不要这么讨厌，么什么么？你是牛吗？牛牛很可爱吧？么么，哇，吵死了，快点出去啊！滚滚！唉，怎么会有人在别人家里到处搜刮的？果然是和我身处不同世界的人类嘛，常识和价值观也差太多了吧？算了，反正今天会说上话也是因为偶然而已，到了明天估计也就不会再来往了吧。之后也可能还会有像昨天那样被人翻家的事情发生也说不定。但话虽如此，要把自己买来珍藏的魔法书处理掉，果然还是会很难过呢。文员，我来还你昨天借给我的衣服了，然后里面还有在打工时做的点心，能在藤原家里洗澡真是帮大忙了，都是谢你啊！虽然辣妹只是一脸天真的陈述着事实，但是全班都因为你炸开了锅，大家都在七嘴八舌的讨论全校知名的美少女居然在你家里洗澡啊！在麻烦的事情上研究了，真是糟透了。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啊？我只是想平凡的活着而已。如果这只是噩梦的话，就快点让我醒过来吧。唉，今天真是太倒霉了。为什么我一整天都要被人说些有的没的？还不是因为杰奇在教室里说话那么大声的关系。这时你在杰奇返还的衣服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是杰奇的联系方式。你感觉如果联系这个的话，接电话的会是某个大 boss， 还是说这是某种花人局？接着你就把小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里。说起来给我的点心上面连店家的名字也写，这样的话应该没有毒了吧？真香。然而在第2天上学的过程当中，同学们还是对你议论纷纷。女生在男生家里洗澡，难道已经一起玩连连看了吗？听说那家伙是个阴绝，而且总是独来独往。杰奇为什么会找那样的家伙？用了催眠术还是抓住了杰奇的弱点？我也好想能抓住杰奇的弱点，把他搞到手啊！被假谣言逼得走投无路，你也快速离开了这个地方。杰奇，这是在干嘛呢？原来如此，是想找我的茬吗？企图让现在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从旁观者来看，这确实很有趣。在杰奇打出了闪电5连戳之后，你还是无视了他。不管你戳多少次，只要无视他，过一会儿他就会腻了。辣妹就是那种容易厌烦的生物。一心想要恢复日常生活的你，在午休过后回到教室之后，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喜欢什么的都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觉得他是个很温柔的男孩子吧。我去同学家，因为我不小心踩到了路边的臭水沟。真的？那太倒霉了吧，因为当时还要打工，想着必须要想办法才行。因为我知道他完全没有坏心思，所以我才去了他家，然后就和我想的那样，还没有做任何奇怪的事情。哇，志乃真有这么敏感吗？难道说志乃从来没有和男生交往过？是这样的啦，我不擅长应对男孩子，这样的少女真的存在现实中诶，真是难能可贵。杰奇也许不是那种可恶的家伙吧？
该怎么办？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那种关系。接下来的3天里，杰奇都是如往常一样不停地戳你。在被杰奇的精神打败之后，你正准备回头教育杰奇，然而却看到他一脸寂寞的样子。怎么了？那副样子，我一直在等着，一直在等着，等什么东西？哼，明明写了纸条。啊，刚才好像听见你说了什么。然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杰奇也不再戳你了，同时周围对你的视线也渐渐消失了。终于能回归平凡的日常生活，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心中这种混沌的感觉啊！那天杰西的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说的是，对于我来说，各方面都变回来了，总算放心了。话说回来，怎么思考也想不出答案，算了，就当做没看见吧。哎，怎么感觉天空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了？在这之后，你快速回了家，发现台风正快速接近，电车也停运了。这个时候，你突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啊，原来是我，杰奇。不会吧，不会吧？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在这么大的雨里？杰奇，抱歉，这么晚打扰了。打工结束之后准备回家，因为台风电车停运了，所以今天能住在你家吗？在拯救了掉进臭水沟里的辣妹，在帮助她一次之后，她居然又来找上了你。在上集，由于台风和暴雨的影响，被淋湿的杰奇决定留宿你的家里。Q，用这个毛巾吧，谢了。总之，赶紧去洗个澡吧。哎，可以吗？洗澡水加热好了，杰奇，浴室在这里。得救了。再怎么说也不能穿着湿的制服吧？那么请慢慢洗。不要这么粗鲁嘛，要更绅士一点才会更受欢迎的吧？无所谓了，我又不是为了受欢迎而活。因为藤原一点都不害羞。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好像你没有想什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就感觉有点在意呢。总感觉你一直在嘟囔，有什么不满吗？没什么。那就赶快进去洗吧，会感冒的。那家伙真是的，在搞什么啊？这种展开经常会在漫画或者轻小说中出现，说到底那也只是虚构的事情罢了。更何况杰奇之前对朋友说过不擅长应对男人，这样说起来，第一次和他说话的时候态度好像多少有点高冷。杰奇主动和我打招呼是在他进浴室后。话说杰奇好慢啊，听说女孩子洗澡很花时间。哇哦，好舒服啊，太棒了！在杰奇洗完澡之后，他很自然的就坐在了你的旁边，洗了很久呢。这样吗？我倒是没有觉得洗了很长时间啊，我洗澡都是10分钟的，好快。男生都是这样的吗？应该吧，我不是很清楚，毕竟没什么朋友。话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什么？我记得你说你坐电车到家好像要花1个小时吧？我明白这不是走路可以回去的距离，但是住在我家里没关系吗？这个家就我一个男生，杰奇的父母会同意吗？这要是被发现了，可能会很生气，但没关系吧？我会和他们说是住在女性朋友的家里，这样的谎我至今都没有撒过一次，所以父母会相信我的，所以说没关系啦。总感觉没事才怪。藤原经常会说出这样有趣的回答呢。没事才怪？我只是随便说说。比起这个，为什么想要特地住在我家，住在女性朋友家里不也行吗？找一下这附近离得近的也是有的吧？虽说有，但是突然说要留宿，会很困扰的吧？打扰我就无所谓吗？没有这个打算，只是因为下意识的在脑海中就浮现出来了藤原的家。总之，现在说再多也没什么用。就是，我很羡慕杰奇这种能随心所欲的性格。被夸的都很害羞了，并不是在夸你。那么制服该怎么办呢？就这么晾干的话会有水臭的因为台风的原因，24小时营业的洗衣店也关了吗？没办法，只能自己洗了。有洗衣液和水桶的话借给我吧。哎，看过制服的操作注释标签吗？操作什么？我都没有确认过这些事情啊。话说明明是个辣妹，竟然懂得这种家务活。你看这里有手洗的标签，所以不能使用洗衣机洗。辣妹就不能懂家务了吗？这是哪里的偏见啊？这么武断，对不起。既然道歉了，那就是我赢了。不过我倒也能理解藤原的话，实际上不会做这种家务的人反倒很多。看我的指甲应该就能懂了吧？我的指甲很普通吧？这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没看过指甲很华丽的人吗？美甲看起来就很漂亮，但很不适合做家务呢。不过也有人倾向于这么做呢。再说了，我家也不是那种有钱人家，还要照顾妹妹，帮忙做家务之类的，自己的钱就要自己赚，所以我一直在咖啡厅打工。因为是做餐饮的，所以不能做指甲。听了这些话后，我对杰奇的印象改变了。是吗？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总感觉和藤原聊天很开心呢。杰奇肯定只是想现在这样和我正常聊天吧，而我因为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单方面拒绝了。怎么了？露出这种肚子疼的表情？不是那样的。对了，帮你一起洗吧。哎，不用帮忙，没关系的，我来洗。不用了。为什么就这么讨厌我呢？不是这个意思，问题是洗的是，原来是所有衣服都一起洗了。这么说来，刚刚水桶里不是制服，而是……的确，杰奇来的时候全身都淋湿了。这我不知道是这样，打扰了。我在另一边等你。洗完了吗？嗯，
虽然没有问过你，不过因为有烘干机，所以我就借用了。话说家里有烘干机，好厉害，很贵的吧？该怎么说呢？那东西最早开始就配置好了。话说制服呢，在那边的角落里，可以挂在那边的衣架上。不对，你看，不如说那边是最适合的地方。考虑到制服还有可能存在湿气，放到空调那边可能比较好。我开了厨师模式，然而在这之后，你和杰奇之间气氛越来越尴尬，而杰奇却先开了口，好无聊啊！有什么可以娱乐的东西吗？哎，突然说这种话，什么都行，哎，真拿你没办法，找点东西给你吧。就游戏机，想要和朋友一起玩，所以就买下来了。我找到了游戏机，干得漂亮，游戏太老了，好搞笑。我说藤原，能不能不要一直用那个道具啊？随机偷取其他玩家的道具。那么我什么时候用这个道具比较好呢？一直不用就好了。哎，差不多到下半场了嘛。目前为止我是第一 ，NPC 是第二，藤原是第三，能逃出来我就赢了。藤原要反败为胜有点困难呢，太可惜了。喂，因为宝箱现在开出来的这个道具可以和玩家之间进行排名互换。什么？不会用的对吧？我倒是不怎么在意输赢，太好了。但是不用的话就太可惜了吧？啊，骗子不是说了不用的吗？不是不在乎输赢吗？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也没说不用啊。笨蛋笨蛋！然而正在你们玩的开心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停电了，而本集就在此处结束。你和辣妹之间因为停电，究竟会陷入什么样的情况呢？半夜来你家借宿的辣妹，在和你一起玩游戏的中途，却因为暴风雨导致了停电。天漆黑呢，会马上来电吗？这暴风雨下的这么大，大概没有办法马上修好了吧？偏偏是在玩到一半的时候啊，就算没有停电，也该到休息的时候了啊！到凌晨了，没办法了吗？所以我应该睡在哪里比较好呢？可以用我房间的床，没关系哦，因为我已经把魔导书之类的全部收拾干净了。那确实帮大忙了。那藤原你又要睡在哪里呢？在这个沙发上睡哦。其他的房间不能打地铺吗？不能。父母的房间好像已经变成储物柜了。啊，说起他们好像在海外工作吧。我先说好，就算不用刻意在意我也没有关系。我只是觉得让女孩子睡在旁边，而自己睡在床上，这未免也太没有人性了。而我只是不要让自己显得没有人性而已。所以你就乖乖去床上睡吧。我其实并没有想要刻意在意你哦。如果我是那种人的话，我就不会擅自把藤原家当做避难所，也不会突然说要给我准备打发时间之类的东西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为了让我的心里好过而说这些话啊。没有，我其实并没有想说。所以藤原的房间在哪呢？就在那里。就算你这么说，黑黑的也根本看不见啊。那就用手机的手电筒稍微，就这样子带我过去吧。辣妹因为害怕黑暗，就与你十指相扣，牵起了手。哎，手好凉，对吧？不是都说手很冰的人都很温柔吗？这只是迷信吧？可不是迷信哦。你看，我就很温柔啊。谢谢你，杰奇。怎怎么了？突然这样，真的很温柔呢。就算夸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吧？我并不是刻意才这么说的。明明我之前对你的态度那么冷漠，但即便如此，杰奇你还是愿意跟我相处，所以我才想对你说一声谢谢你。杰奇，你想必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生了吧？好了，我带你去我的房间，脚边小心一点。怎么了？手在发抖吗？是怕黑吗？这才不是，我才没有抖，床就在房间的最里边。再见，晚安。在说完这句话后，杰奇就快速关上了门，一头钻进了你的房间里。总感觉样子有点奇怪，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好。而杰奇也是躲在你的被窝里，一脸羞红，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天，伴随着咣当的一声，杰奇拿着家庭主妇的传说级武器喊你起床。你终于起来了啊，你该不会一直在用这个敲我吧？是魔鬼吗？还不都是你起不了床，我有故意控制力道，没有让你受伤的，放心吧。不是这个问题啊，好像有股香味。杰奇，这是早饭，我做好了。你说做好了，但我身边好像没什么像样的食材才对。我有稍微去外面买了一些，台风都过去了，早上早一点的超市也已经开店了，而且你还让我过夜，所以刚好而已呢。咚咚啊，好疼！等一下，为什么要拿出钱包来？没有，因为你都帮我买了食材，这些都是要花的钱吧？没有花那么多钱，连1000日元都不到，但是你花了时间跟精力。够了，你就不能直率一点说一声谢谢吗？像昨天晚上那样，但是不，谢谢你，那这样就行了，明白就好，明白就好。那么就赶紧吃着吃饭吧。啊，我开动了，我还是第一次和男孩子一起去学校，我也是第一次和女孩子一起去学校了。哟，吼，藤原，这是我在藤原家起床之前慌忙写下的，如果字很难看懂的话，抱歉。字条上写着我的联系方式，之前还给你衣服时我也放了纸条，但是我想大概率是弄丢了吧。这次可不要再弄丢了哦，我会等你联络我的。奇怪。藤原的脸是不是变红了？才没有，不，很红的哦，是水坑的光反射的关系。嗯，
是你的错觉，不要在意。就算你这么说，然而在路上的同学们看到你和杰奇一同上学，就开始纷纷议论，杰奇肯定是被催眠术或者其他之类的洗脑了，要不然可能就是魔法。总感觉今天好像大家都在看我们，这是为什么呢？总之，在学校时，我们两个最好还是稍微分开一下比较好。为什么？等一下，你不懂吗？你只要和往常一样跟其他女生好好相处，这不就好了吗？我突然好冷淡。反正现在就算在学校之外也能够聊天了。今晚我会联络你的，我保证。刚刚说的话我记住喽，约好喽。在杰西与你道别之后，本集就此结束。在经历了辣妹在你家留宿一晚的事件之后，在学校的时间刻意与杰奇保持着距离。然而恰恰是今天，班导却突然叫了你。怎么了吗？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帮忙？像我这种自带隐匿功能的人为什么会被发现？你在说什么鬼话？你是回家过的吧？所以我想你应该很闲。我回家之后都是有在学习的呀。说起来你好像是年级第一吧，虽然看不出来就是了。对你而言学习应该还算轻松的吧，如果现在直接去考共同考试，我想应该能拿到80%的分数吧。你才2年级吧，就算是在最前端的重点学校，你应该也能排在学校前面，怎么会来我们学校？因为这边离家最近，还真是合理呢。不过毕竟是你个人选择，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就是。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谈这个？我只是想跟你说，学习也不能太勉强自己，要好好休息而已。好了，走了。哎，等一下，我想拜托你帮忙处理一下这些文件。我知道了，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应该会花很长时间吧。还真是帮大忙了。对了，同学，最近你跟杰奇的关系好像还不错吧？老师之间们也很在意呢。与其说是关系很好，不如说我们只是刚好坐在前后桌而已。就别在意这些事情了，还是早点做完这些事情结束吧。别那么紧张嘛。杰奇他和男生这么亲近，可是很少见的哦。他似乎并不擅长跟男性来往，不只是男同学，连男老师他似乎都会抗拒。在变得要好之前，似乎只要被他察觉到对他产生了一点想法，他就会主动疏远。虽然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在意他人眼光的人，但实际上他却对两性之间的互动极为敏感。毕竟他那么可爱，应该是有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事发生，所以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之后在社会上也必定会有和男性互动的时候。确实如此，所以就结论而言，我想对你说的是，去和杰奇交往吧。啊，你这是什么表情？不，会有这种表情也很正常吧。我不是因为好儿才这样说的，而是有正当理由。理由？这是为了帮助杰奇克服他的男性恐惧。而这也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因为你总是孤身一人不开心的样子，只要让你能够行动起来，让人产生化学反应，想必你灰色的校园生活也会变得多彩。这样的话，你在学校应该也会开心一点吧。虽然我明白老师你的话，但是杰奇他又会怎么想呢？而且如果真要发生成那种关系，哎，难道说你讨厌杰奇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总之，不论你再怎么怂恿我，我也不会产生那种想法的。而且我和杰奇也不过是在前几天才刚认识，典型的处男想法。恋爱可跟时间长短什么的没有关系，理由也是。如果一个人越是喜欢对方，那么就会越难找出喜欢对方的理由。如果说真能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理由，那这种喜欢也未免太浅薄了，因为这就表示他喜欢的只有那个理由而已。老师说的这句话毫无疑问根本不符合一般常识，但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说服力。不行不行，我可不能被带歪，成为大灰狼吧。在经过老师的助攻之后，你回到家中，想起了早上与杰奇的约定，并成功添加了杰奇的好友。而你发的第一条消息只是简单的说了自己的名字，然而不到1分钟，杰奇就回你消息了啊，等了你好久啊。哎，这种情况我应该是要马上回复的吧？谢谢你有遵守和我的约定，我一直很期待你的信息呢，有点开心。话说你的昵称居然只有名字，好好笑，很有品味呢。哎，等一下，太快了，这样我根本来不及回复啊。对了，我先告诉他我还不太会用这个软件吧，不好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和其他人发消息，可能回的有点慢，也可能会有些误会，真的非常不好意思。真聊什么意思？这是日语吗？真是真的假的？了是了解，原来应该是缩写吧？原来这就是表情包啊！只要购买的话，就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表情包。杰西好厉害啊，居然会使用表情包。下个礼拜天我可以去藤原家吗？因为打工的地方要做点心，所以我想去你家练习，可以陪我吗？但是我完全没有做过点心，这没问题吗？没问题的，那这样应该没问题吧？谢谢，那我礼拜天就去打扰了，我差不多也要睡了。晚安。已经这个时间了吗？刚好有动画片开播了呢。原本还挺担心能不能顺利回他消息的，但还好是跟杰奇呢。在苦等1周之后，终于到了你和杰奇约会的那天。杰奇，让你久等了。等了很久了吗？没有，我也才刚到。因为杰奇，你有跟我说什么时候上车，所以才没有怎么等的。看来已经很会用聊天软件了啊。那个，不好意思，虽然有点突然。在我出门的时候，他突然说想要跟过来。哎，这么可爱的孩子是……本集就此结束。杰西带着一个和他超像的孩子来和男主一起约会，在此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超常理的事件呢？在鼓起勇气和辣妹联络之后，杰奇带着一个小女孩来你家里准备练习做点心。你该不会是杰奇的小孩吧？才不是呢。
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孩子？而且我还是个纯洁的少女，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不是这样的，但我没有说。我记得之前不是有跟你提过我有个妹妹吗？所以她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妹妹啊。虽然我也觉得在带她来之前应该要向你先说一声比较好，但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初次见面，我叫美希，我叫藤原三代，请多指教呢，美希妹妹。啊，好的，上次把妹妹带过来，真是非常抱歉。没事的，明明都跟她说这样子你会很困扰的，所以要她好好待在家里玩。没有关系的啦，不用在意。你也只是因为喜欢姐姐，所以才跟过来的，对吧？我喜欢姐姐。怎么了，杰西？表情有点……我先跟你说，这孩子要是你跟他熟了，他就会开始调皮。他只是很会在外人面前装乖而已，不要被骗了。哎，姐姐，你还在生昨天的气吗？哎，那当然，不要这么生气嘛。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杰奇就这样，杰奇和妹妹争论了起来。先回避一下好了。奇怪，大哥哥为什么要把耳朵捂起来？诶，不对，说是去朋友家玩，但却没有说对方不是女孩子，我也没有说是女生的朋友啊。那要对爸爸妈妈保密吗？我们现在还不是那种关系，那种关系现在还不是。虽然美西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姐姐希望的话，美西也可以帮忙保密哦，但是是有条件的。姐姐要在美西面前和这位大哥哥亲亲。哈，要像在连续剧里看到的那样，因为我也想知道在现实中看到的话究竟是什么感觉。所以姐姐，你也不希望这件事情被爸爸妈妈知道吧？那就和他去亲亲吧。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姐姐能够正常的和其他男性说话，所以姐姐其实也不讨厌大哥哥吧？不是，但还是说就是喜欢。我想应该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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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杰西和妹妹说了悄悄话之后，妹妹一脸愉悦，决定拿下今天最强的助攻。这不就是喜欢吗？我听说这个时候就是要一鼓作气，直接攻下，就在今天一决胜负吧。哎，他们差不多该吵完了吧？为什么脸这么红？应该是因为被男生听到自己的衣服被拿出来玩，所以很尴尬吧？那个要去我家了吗？姐姐，这栋大楼好高，好开心啊！不是大楼，只是公寓而已。毕竟我家在郊区，所以这种公寓很少见的。没关系的啦，反正这里的住户也不会在意。呼呼，就算现在不会有人在意，但也不能一直这样，没有礼貌的，对吧？确实呢。虽然外表看不出来，姐姐还真是意外的死板呢。这个样子对美西的话，刚刚的约定就不算数喽。约定？头圆，不用理他，没有关系。电梯到了，快点去大哥哥家玩吧。原来制作点心会需要这么多工具啊！得哦。另外还需要烤箱。烤箱？但我家里好像没有啊。有的哦。哎，之前帮你做早餐时有看到。哎，找到了，这是烤箱吗？完全没有打开这个箱子。你不知道吗？真完全没有想到，辣妹居然比你还要熟悉你家里的设备。看来没有辣妹，这个家还真得散啊。美心妹妹好像不见了呢。哎，奇怪，真的哎，她跑到哪里去了？我想她应该还在家里吧。我去我的房间找找。那我去浴室看一下。美西那家伙，真是的，美西你跑到哪里去了？找到了，在这里。原来他只是在沙发上睡着了而已。美西，哎，姐姐的表情好可怕。我说你啊，这可是在大哥哥家里哦，你还这么调皮，不仅对大哥哥很没有礼貌，也会让大哥哥很困扰的。就算你这么说，什么？没什么啦，反正美西也只是来试吃的，你们两个就去做你们的点心呗。搞什么，美西？你总是这样，不就会让身为姐姐的我，也会让人觉得是个任性的女孩子吗？要是被藤原讨厌的话，我该怎么办？节气，你怎么了？哦，你这个漫画还有第二卷吗？啊，有的，我去拿一下。在帮妹妹拿漫画书之前，你温柔地走到了杰奇的身边，抚摸着她的头。本来非常沮丧的杰奇，被你这一举动吓了一大跳。哦吼吼吼！虽然没有吃到点心，但是美西好像已经饱了。我们突然想到，我们好像还没有准备做点心的材料呢，因为我还不知道藤原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所以想说再晚一点去买的。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出发去买吧。在外面就要乖一点，可以吧？嘻，怎样了？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刚刚那一瞬间气氛很好呢，因为美西的关系，大哥哥才会在姐姐面前低落的时候去摸摸姐姐的头吧？难不成你就是看中这一点？当然了，我就是看中了这一点。真。然后呢？虽然姐姐可能会觉得美西多管闲事，不过大哥哥看起来好像已经对姐姐很着迷了呢。刚才摸头的时候那一脸恍惚的样子，也就是说可以进攻了。接下来就故意不小心亲上去，一鼓作气，不要害怕。美西是不是有点太兴奋了？那美西就去电子游乐场玩了，不打扰你们了哦。不过既然要玩游戏的话，那就要给我钱。哼哼，要是一直优柔寡断的话，大哥哥可能就会等得不耐烦了哦。要是不想被讨厌的话，还是趁早一决胜负吧。我明白了，美西，你的话确实有道理。好，毕竟畏首畏尾的也不符合我的性格。做好觉悟，我要上喽！在获得妹妹的最强助攻之下，杰奇也准备一鼓作气拿下男主。
啊，我已经等不及要看下一集了，快点端上来吧。为了能让我和辣妹接吻，妹妹也是费尽心思为我们创造了独处的时间。那美西就在游乐园等你们，你们就慢慢逛吧。只把你一个人留下来真的好吗？与其一直担心美西，倒不如先想一想等会儿的事吧。要你管，给你500日元，怎么只有500日元？这样根本不够玩啊！别说那种任性的话了，我也没有带多少钱啊。好吧，杰奇，我们还没有决定买什么，对吧？那我想我们买食材可能会花不少时间。美西妹妹，再给你一枚啊，大哥哥，这样就有1000日元了呢，应该可以让你再玩的久一点吧？谢谢你。那么作为回礼，就给你一点建议吧。姐姐她意外的冒失呢，在走楼梯时有时会不小心踩空，所以如果她又要跌倒的话，要好好抓住她，别让她受伤了哦。她今天应该又会踩空，今天？那我就去那边玩喽。你怎么这就把钱给她了？要是把她宠坏了该怎么办？毕竟只是小孩子嘛，难得出来玩一次，就让她好好玩嘛。哎，感觉藤原你要是有小孩的话，应该会很宠溺他吧？是吗？是啊，能想象得到你结婚后的样子呢，感觉会是个很温柔的爸爸。哎，就别开我玩笑了。在考虑结婚事之前，我甚至都没有想过能和他人交往。毕竟我这么孤僻，根本不会有人接近我。就算是孤僻的人，也能够和他人结婚的吧？而且藤原，你身边不是早就有人接近你了吗？而且那个人他还离你很近，难道你完全没有察觉到吗？好像是有，又好像没有，有好像又没有。大概就是那样的。食材都买好了呢，那我们也该去接美西了。但电梯和扶梯都好像有好多人在排队呢，龙松的数字似乎都没有动，是因为礼拜天的关系吗？楼梯，那我们就走楼梯吧，反正就在那边。游乐场只是在2楼而已吧，我们走吧，好吧。啊，我要跌倒了，危险！在你转身接住从楼梯上飞下来的杰奇时，你们却亲在了一起，就如同妹妹所说那样，杰奇从楼上踩空了。哎，奇怪，我还在想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来呢？做的也太夸张了吧？还好吗？没有碰到头吧？在美西妹妹来了之后，你才和杰奇分开。谢谢你救了我，虽然是意外，但我们亲上去了呢。我们做了情侣之间才能做的事呢。因为叫藤原有点太疏远了，所以我以后就直接叫你三代了哦。我喜欢三代，三代呢？我想也是呢，毕竟要人马上回复也太强人所难了。为为什么？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棒的人，这有点太轻浮了。才不轻浮，这是我第一次表白，也是很努力鼓起勇气的，所以你觉得怎么样？我已经把我的初吻和我的心意全都交给你了。怎么样？我有事先涂上带有甜味的护唇膏，所以我想应该会有甜甜的味道，确实有点甜。哼哼哼，那就好。杰奇，那个才不是杰奇，叫志乃啊！特，叫志乃。我知道了，志乃很好。不要想那么多也没有关系，我只是想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你。当然，如果三代你和我有同样的心意的话，我也会很开心。但就算没有，我也会好好的放弃的。虽然那时候可能会忍不住哭出来，但我也不想让你感到困扰，所以最后我还是会自己好好做个了断的。在这之后，和杰西一起回了家，制作了甜点。没想到你居然还告了白，不是美西你说要一鼓作气的吗？我说的是接吻，没让你告白啊。哦啊，一鼓作气过头，害得大哥哥都吓得脑袋一片空白了呢。哎，是我害的，没想到你居然笨到这种地步，吵死了。但至少他也有收到我的告白吧？大概，所以说没有恋爱经验的人才很可怕呢。什么意思啦？谢谢你送我们到这儿，大哥哥再见了。再见，三代。喜欢接吻，喜欢我。不，总之先保持冷静。但又该怎么冷静了？我可是被志乃告白了啊！总之就先回家看动画片。这个时间，然而这个时间，志乃却给你发了一个消息，在三代能得出答案之前，我会暂时不传信息给你了。抱歉，今天有点像是在催你一样。谢谢你，我也会好好思考的。话虽如此，在教室里，志乃就坐在我的后面，总觉得莫名的尴尬，所以在那之后就变得似乎有点在避着他似的。如果就这样一直不回复志乃的心意的话，能够把那场告白当作没有发生过吗？不可能的吧，这就只是我在单方面逃避而已。我想要看到的不是那副表情，而是你的笑容。原来如此，因为我一直以来总是孤身一人，所以遇到如此大的变化时才会显得不知所措，想要逃避。明明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答案，但我却缺乏直面这份感情的勇气，才会害怕志乃。我还真是没用的男人。既然志乃都拿出了勇气，我也应该。
而在这之后，志乃收到了你的消息，最终我和我后座的辣妹交往了。而在得知你和志乃交往之后，志乃的辣妹朋友们突然想出了一个作战计划，准备密谋开始实施。志乃又会因此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呢？本集就此结束。因为拯救了掉进臭水沟里的美少女，在成功与班级第一的辣妹交往之后，每天都过上了狗粮满意的日子。这天，你在玄关前坐立难安，打工结束喽，我要平常的那个。今天是柑橘味儿啊！对了，真亏你能发现呢。上次是草莓味，更之前是香草味，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只要是志乃喜欢的，我都可以。我也想要和男友喜欢一样的味道啦，快懂我的少女心。但只要是志乃喜欢的话，我应该也……不过这么讲的话，好像和刚才就没有区别了。那么草莓味。就选草莓味的吧。OK， 酸酸甜甜、软绵绵的口感，还很有女孩子的香味。哎，这就重新涂过了吗？好快！同学，有什么事吗？没事，只是觉得最近你好像有点不一样呢。难道你和杰奇……不，那个……加油，少年。好的啊，快输了，今天我一定要赢。哼，看我的！在你和志乃玩游戏的中途，他为了干扰你，转头亲了你一口，而你被吓得手柄都丢了出去。趁现在出啊！好耶，我赢了。等一下，你刚刚那样也太炸了吧？才不炸呢！啊，快乐的时光一下就结束了呢。啊，也是呢，你也差不多该搭电车回家了的。明天你也会来吗？当然，明天要玩什么好呢？打工结束后每天还要来我家，会不会很累啊？不会哦，不如说我最期待的就是这段打工结束之后的时间了。不过说起来，怎么了吗？最近在学校总感觉大家都在注意我们呢。又被注意了？我们在学校不是都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吗？是这样没错。但总感觉好像已经有人察觉到我们正在交往了呢。啊，虽然我们已经尽可能不去引人注目了，但还是会不经意对上眼呢。其实我也有发现，很多男生他们都会死死盯着志乃看的。那会不会是因为我经常偷瞄三代，所以才让他们察觉到呢？诶，那既然如此，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隐瞒下去了呢？我其实也一直很想告诉大家，我和三代正在交往，你就是我引以为傲的男朋友，这样不可以吗？毕竟之所以要在学校装作不相干的样子，也只是为了避免让人产生不必要的误会而已。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在交往了，那确实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下去了呢。也就是说，不过也不能在教室里突然向大家公布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呢。怎么说？要是引发骚动，让大家陷入混乱也不好吧？那我们就把在交往的事先告诉朋友，然后再让他们传出去，如何呢？但我没什么朋友，别在意，别在意啊！感觉明天的校园生活会变得更加开心呢。你的后方也会有更加热烈的视线哦。还请手下留情。他刚刚和辣妹校花成为男女朋友，他的辣妹朋友们就组团过来，企图对你进行一次大改造。这天放学，志乃刚和你告别，准备去打工。那我去打工喽。待会儿见。同学，能和你谈一下吗？而你被这突如其来的辣妹军团吓了一跳。哎，有什么事吗？哇，他们大概是来问我和志乃在交往的事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又该怎么回答呢？你和志乃正在交往吧？他跟我们都说喽。虽然我们也多多少少有所察觉，不过实际听到还是会吓一跳。不，那是这个，别那么害怕嘛，我们又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志乃他也是觉得你很不错才会跟你交往的吧？我们只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想请你帮忙而已。帮忙？是指今天晚上我们有场聚会还是聚餐？反正就是那样的活动，所以我就直说了，藤原你也能跟我们一起来吗？我们也有邀请志乃，但是总被他拒绝呢。尤其是最近几乎搭不上话，毕竟交了男朋友嘛。如果志乃能来的话，吸引来的男生就会差别很大，甚至连其他学校的男生、大学生也都会出现哦。志乃促销法超级厉害的，藤原你可能不知道，志乃他其实在校外也是很有名的哦，总会有很多人想找他当模特或者当偶像，虽然他全都拒绝了。这样子啊，他果然不知道志乃有多厉害，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志乃才会喜欢上他吧？啊，有可能呢。总而言之就这样，所以请你跟我们来吧，只要你参加的话，志乃应该也会来吧，最后一次就好。再让我们再用一次志乃促销法吧，来的男生真的都很不一样哦。哎，拜托，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但是你们有想过不擅长和男生相处的志乃他在那种场合的感受吗？而且还把她的男朋友一起叫来，其他被邀请的男生也会很不高兴吧？所以你们还是……等一下，其实这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哦。哎，如果在聚会上向大家告知志乃已经有男朋友了，那剩下的男生也只会选择我们。反之，对藤原你们来说，则可以向其他男生传达不要再靠近志乃的讯号了。这对我们来说都不坏，对吧？这样啊，也算有道理。所以就结果来说，志乃也会很高兴的哦。要是能在其他男生面前霸道的说出别对我的女生出手啊，他肯定也会受不了的。毕竟志乃也是真心喜欢藤原的，要是那样做的话，他可是会一辈子都离不开你的哦。
对啊，搞不好还会说我的眼中只有你了呢，这样的话呢，这可是能见到智乃幸福度 max 表情的大好机会。原来如此啊，是这样啊。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应该先改造一下藤原吧。就这样，辣妹们露出了自己的獠牙，一致赞同了改造你的计划。要是变帅的话，智乃也会很高兴吧。虽然我觉得智乃喜欢的其实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但他会不会其实有在期待我能变得更帅一点呢？钱的话我们会帮你出的，就安心跟我们来吧，就别在意这一点小事了，我们出发吧。好的，那就拜托你们了。来到美容院后，辣妹们七嘴八舌的讨论着想要给藤原剪的发型，然而你和托尼老师都已经汗流浃背了，把侧边颧骨推高，这个发型如何？不对，这边的麦茶风王子蘑菇鲍勃才好吧。哎，可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外国人的大光头呢。哇，光头党出现了，要是剪成这样，智乃肯定会生气的吧。这个稍微烫一下的狼尾呢，直接剪，现在流行中分不就好了吗？我该不会是被他们当成了玩具吧？话说最重要的是智乃喜不喜欢吧？也是呢。抱歉藤原，只顾着说自己喜欢的发型。哎，没事。不过智乃他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呢？毕竟智乃总是不跟我们说喜欢的男生类型。也是呢，好像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呢。不过智乃既然会和藤原交往，那就代表他喜欢淳朴一点的吧，所以一般那种清爽的发型应该就行了吧。所以就是这样，藤原你觉得呢？好的，那就这样吧。就这样，辣妹在一旁疯狂的拍照。在发型剪完之后，辣妹们都惊呆了。理发师说，虽然你的五官很普通，不过位置比例都刚刚好，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再来我们这边吧，我会把你剪得更像造型模特那样。怎样了？应该没什么好奇怪的吧？比如说这还真是，对吧？智乃该不会其实是知道的吧？不，智乃肯定是不知道的吧？还真是有眼光的。哎，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我先走喽。等一下，接下来还要去站前大楼买服装和鞋子。好了，改造完成。变得有模有样了呢，甚至有点想从智乃那里横刀夺爱了呢。感觉就像是有女朋友相当抢手的类型呢。而且性格也不坏，我也理解。不过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我应该有稍微变得更好一点吧。智乃也会喜欢这样的我吗？智乃差不多要去我家了，我应该要。同学，我刚刚联络了智乃了哦。我有跟他说，我们帮你做了一点改造，然后智乃也说他刚下班会马上过来呢。他打工的地方也蛮近的吧，差不多也要到了吧。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啊！来了。这时智乃一脸着急的跑向了你。那么看到你变帅之后的样子，智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本集就此结束。在得知你被辣妹们改造成帅哥之后，你的女朋友紧急回房，你的女朋友飞扑到你的怀里，此时的醋意已经达到了顶峰。不可以，不行，三代不能变帅，其他女生会激进的。还有你们，不要随便改造我的男友，他原先那样就可以了。在看到智乃如此激动的样子，辣妹们表示狗粮已经吃到绷不住了。哎呀，真没想到智乃会是这种反应呢。智乃居然那么喜欢藤原，怎么办？先跑再说吧。哎，等一下！在你也准备开溜时，智乃拉住了你的衣角。你要去哪里？去哪里？你是想放我一个人不管吗？那个不是，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才想追上去问他们。真搞不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啊，你既然都是我的男友了，那直接问我就好了。我讨厌你什么都瞒着我。抱歉，不要道歉，智乃。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呢？抱抱。我想让你紧紧抱着我。啊，我知道了。你手这样摸，我的头发都要乱了。抱歉，那我不摸。继续。可是你不是说，我又没说要你停下，所以继续。智乃的心思好难懂啊。就算之后还有其他女生主动接近你，你也绝对不能再这样跟他们走喽。原来是这样，都是因为我太过轻率，所以智乃才会感到不安。抱歉，我之后再也不会这样让你担心了。真的吗？真的，而且我不是都交不到朋友的吗？一点也不受欢迎，就算没朋友也会有不在意的女生啊。相较于想着会不会有那样的女生出现，我其实反倒更担心会不会被智乃甩掉呢。我才不会甩掉你。总的来说，事情就这样。我太想着要让智乃高兴了，而且他们也说他们会出钱。我很高兴你是为了我，但你也要好好想想啊。假设今天如果是我被三代的男性朋友带走，但却玩得很开心，之后还说他们意外的对我很好呢，甚至还帮我出钱，我也因此变得更加可爱了。这样三代你也会更喜欢我吧？那你会怎么想呢？你也应该会觉得很讨厌吧？啊，确实很讨厌，对吧？所以下次要是这样，不，知道了吗？不，别学我说话，我很认真的。我知道了，抱歉。还有，我才不管有什么聚餐，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此时智乃拨通了辣妹们的电话。智乃，怎么了？我才不管你们有什么聚会，我是绝对不会参加的。你不会是真的生气了吧？还特地打电话过来。哈，要是我只在群里打字骂你们，你们也只会已读吧？你们竟然把我的男友当作玩具，还想要利用他来拐我参加什么聚会，你们难道没有一点良知吗？给我好好反省啊！藤原那家伙居然打小报告，做坏事的又不是三代，他也是被你们骗走的吧？我们又不是特地想把他骗走，给我反省。好的，
可是那个我们也只是很想交男友而已，那你们更应该要靠自己努力才对。我也是努力才追到的啊，就连志乃都要努力才能追到藤原，好厉害啊！明明大部分男生都主动追求还被拒绝，少说那些有的没的，我要挂了。我想要让心情好点。此时志乃向你嘟起了嘴，你也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毫不犹豫地亲了上去。好了好了，一般接吻有那么久的吗？不行吗？那也不用吻那么久吧。那是因为我突然很想听听看嘛。听什么？因为志乃的吐息很可爱，所以想再多听听。好好，我知道了。哇，志乃怎么样？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还是牵着手走吧。藤原，最喜欢你了。哎，奇怪，怎么突然说不出话来了？才没有，不会是害羞了吧？看来是中了我的小心机了呢。还不是你太可爱，我好像能够理解你在校外也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了。怎么，该不会这次是换三代不安了吧？也不是那样啊。我想到了一个不论校内校外都能让大家知道我们在交往的方法了。明天放学，我想要你陪我去一个地方。志乃究竟会带你去哪里呢？本集就此结束。在拯救了掉进臭水沟的美少女之后，并与她成为了男女朋友，每天放学她都会催着你和她一起走。你还记得我们昨天的约定吗？还记得了，不过现在还在学校，大家也都不知道我们正在交往，还是赶紧出去吧。那我们走吧。冲呀！等一下。而大家都在纷纷讨论着你和辣妹之间的关系，说你们上课时也会经常互相对视，而那些仔细观察着你们的男同学也被当做了偷窥狂。然而注意到这些事情的同学也是非常多，在成为班级讨论的焦点之后，你也倍感压力，让学校的同学自己传开确实很有效呢，对吧？而且相较于让人盲目猜测定义我们的关系，那还不如由我们自己主动来让大家知道，来确定我们的关系呢。虽然我不太喜欢引人注目，不再抱有任何隐瞒的内心，着实轻松了很多呢。接下来就是要和杰奇一起去他打工的地方。到喽！哇，这就是志乃打工的店吗？感觉确实会很受女孩子的欢迎呢。这家店好厉害啊！会吗？因为你看店里的客人都是女性。也是呢，所以我才会选择在这里打工的呀。啊，是因为不擅长应对男性的关系吗？先去里面的座位吧。哎，走掉了。总之我先进去里面的座位吧。在座位上局促不安，而其他的店员也注意到了你和志乃的关系。那个人就是志乃的男友吧？哎，是吗？可是感觉他没什么特别的，还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和你相比的话，他确实没有什么特色呢。螺旋巧克力啊，我这才不是什么螺旋巧克力，我要生气了。对不起啦，哼。不过志乃会喜欢那样的男生，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吧？她本来就是认真的好女孩。副店长，你什么时候怎么了吗？那你们谁赶快把那个端过去吧。你去吧，螺旋巧克力，因为你比较可爱。就说我这不是什么螺旋巧克力了。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不过大概也是在聊我的事吧。您好，请慢用。不好意思，我还没有点餐。请问您是志乃的男朋友吗？是的，不过这个蛋糕和红茶，这是我们店内员工的福利哦。我们这里的员工男友只要来店里的话，每天都可以享用一份免费的糕点。这样子啊，虽然我好想问你们之间发展的怎么样了，但是问太多的话，打扰到客人肯定会被骂的，我就先退下了，再见。员工福利吗？那我就心怀感激的开动了。好吃。三代。这时你看到了志乃穿着制服走了出来，你觉得好看吗？很适合你呢。太好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还请容我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我的男朋友藤原三代。哎，你们是怎么交往的？现在交往到什么程度了？好害羞啊！你们谁先表白的呀？我好想知道啊！志乃救我！好了，大家先冷静一下，就让我来回答大家的疑问吧。首先是我先喜欢上三代的，所以是志乃主动追求的吗？好厉害啊！虽然我也有交男朋友，不过我完全没有那种勇气。所以只好想办法让男友先表白，我们才在一起的。男生有时也会意外的胆小，也会一直把话藏在心里呢。原来如此，是志乃先表白的。藤原，虽然你作为被告白的一方，但也不可能因此得意忘形，你要好好负起收下表白的责任，无论何时都要真心诚意的面对志乃的心意，明白吗？那被告白的一方又有什么责任呢？副店长，你一直这样想，难怪你交不到男朋友的。你说什么？什么都没有，才怪！我也差不多该工作了，就先离开喽。好。客人也慢慢的多起来了，而你也一直没有看到志乃。这时你起身说，我差不多要离开了，之后可以帮我和志乃说一声吗？还请再等一下，志乃的男朋友，志乃很快就会出来的。哎，可是我们一起回家吧，不过能再陪我去一个地方吗？我有个景色想带你一起去看。只属于2个人的景色吗？有点意思。那么下一集又会吃到怎样的狗粮呢？在和校花辣妹成功交往之后，并宣告了恋情，这天打工回家，志乃说要带你去一个地方。你之后也会来店里等我吗？好开心。所以你想带我去看的景色又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纪念公园枫叶最盛开的时间呢，很适合我们的秋季约会，对吧？秋季约会？那个纪念公园又该怎么走呢？我好像从来没有去过的，意外的近哦，就在那边。那就拜托你帮我带路喽。哇，好壮观，好漂亮。
可惜天就快黑了呢，街灯也亮了呢，朦胧的灯光点缀着暮色的枫叶，好美啊！有和你一起来过真是太好了。哇，累了吗？稍微有点啊。眼装备平常都一定会注意不脱妆的，看来今天是真的累了呢。那让我来背你吧，我会送你到车站的。谢谢，但不会很重吗？不会的。嘿咻，然而在你背上的志乃也早已心动不已。抱歉，还让你背我。没事的，你就先睡一会儿吧，到车站我会叫你的。谢谢你。那明天再见吧。不过分开前我还想再亲一下。不过话说，志乃，你眼角的妆容花了哦。哎，真假？哇，眼线都晕开了。你先转过去一下，好像在公园那时你揉眼睛的时候就不小心弄到了。那你早点跟我说嘛。志乃的素颜本来就很可爱，不过为了让自己能看起来更可爱而努力的志乃，又显得更加可爱了。在这之后，你回到了家中。哇，当时心跳的声音超大声，希望没有被发现。啊，快到圣诞节了呢，为了重要人准备礼物表达谢意，我也来为志乃准备一份礼物好了。在第二天上学时，大家都在看着你们，三代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呢，因为大家都还很意外嘛。不过这下我们可以正大光明的一起回家了，好开心。也可以和大家说，你就是我自豪的男朋友了呢。本集就此结束，我是奏宇，请大家多多点赞关注，那我们下期再见吧。什么？第一次送给女朋友的礼物居然如此逆天，这也是在女友妹妹的计算之中吗？圣诞节就快到了，你正烦恼着该挑什么样的礼物，而这时女友的妹妹美希来到了你的家里。因为姐姐在打工，所以美希一个人来到了你的家里。果汁给你，谢谢。因为一个人太过无聊，所以来找大哥哥玩了。这样啊。而这时美希发现你手机里的搜索内容，这是礼物？大哥哥，你想送给姐姐礼物吗？好，那就让美希来帮大哥哥一把吧。真的吗？啊，毕竟是志乃的妹妹呢，那太好了。我们走吧。去哪里？店里啊。另外，美希也有一部很想看的新作呢，据说很厉害。所以，这时美希向你伸出了手。这只手势，大哥哥，你该不会要美希白白帮你吧？哇，敲竹杠。不过也是的，总不能老让人白白帮忙，绝对不能跟志乃说，要不然会被骂的。才500日元，抱歉呢，因为大哥哥也没有很多钱。好吧，那就这样吧，谁让美希这么善良呢？不过要是姐姐喜欢我们挑选的礼物的话，到时候可以再多给美希一点报酬吗？拜托。好吧，如果志乃喜欢的话，我会再多给你一点。而这时美希露出了坏笑。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美希居然带你来到了女装店，而你们要买的礼物居然是泳装。姐姐她呀可是对衣服非常讲究的，所以如果能挑一件好看的衣服，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可是这也，大哥哥，你不是说想要买能让姐姐开心的礼物吗？是这样没错，但是就这样，在一阵头脑风暴之后，你依靠着美希妹妹的秘密日记，帮志乃挑选好了衣服。任务完成。美希，今天真是谢谢你帮忙，不用客气。美希也玩得很开心，不过大哥哥，你可不要跟姐姐说美希今天偷偷跑出来玩的事情哦。好啦，我知道了，耳朵过来一下。而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美希居然亲了你一口。这下我们就是共犯了。要是大哥哥没有遵守约定，到时候就会和姐姐说大哥哥和美希出轨了哦。我知道了，虽然姐妹两个性格完全不同，但都很大胆啊。而在这之后，你来到了志乃工作的店，打算接他一起回家。咦，你看这里有超人气的鲷鱼烧，好好笑，我们也来买一个吧。好吧，感觉也挺有趣的。笑死，这个形状也太奇怪了吧。你不先拍张照片发到社群吗？我没有用社群哦，因为之前还有在用时总有人发一些奇怪的私讯，说什么好想见面啊，能不能打电话之类的，然后就算屏蔽了他们也还是会换账号继续啊，所以志乃才会对男生那么警戒。你辛苦了呢，所以为了治愈我受伤的心灵，来喂我吃一口鲷鱼烧吧。这样冰淇淋都粘到鼻子上了。这时你用手指抹去了志乃鼻子上的冰淇淋，舔了一口，虽然长相很奇怪，但意外的好吃呢。这时志乃整张脸都红得发烫。三代，你有时候意外的大胆呢，都来不及做好准备。有吗？有啊，像上次亲吻的时候也是。抱歉，我不要那样比较好吗？我又没说讨厌那样。所以三代你这样就行，那我就继续这样咯。三代，你这个大坏蛋。三代，那个圣诞节的前夕，那一整天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度过呢？当然好啊，太好了。不过三代你本来也就很有空吧，毕竟也没有什么朋友。其实我也很想和你一起过圣诞节，所以还为你准备了礼物哦。哎，真的吗？你要送我礼物？因为是圣诞节嘛，那我也要为你准备礼物，所以三代你好好期待一下吧。哈，不仅和全班第一可爱的辣妹成为了男女朋友，而且每天都能品尝到她精心制作的爱妻便当。因为在做便当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你，于是就好想和你说我好喜欢你啊，然后一不小心就做出来了呢。我很高兴呢，我会全部吃完的。班上同学看着你们全力秀恩爱，瞬间自己的便当都已经索然无味。这个也很好吃呢，不过好像比昨天还甜呢。嘿嘿，你发现了？因为我想三代你应该会喜欢比较甜一点的口味吧。确实呢，虽然哪种我都很喜欢。
不过我确实更喜欢甜一点的口味。现在居然有人每天为我准备这么好吃的便当，我实在是太幸福了。便利店里的完全比不上啊！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让三代更加幸福的。我现在已经非常幸福了。然而在放学后，你却被气势汹汹的班长拦住了去路，只顾着和志乃聊天，完全无视了班长。喂，我都说了，等一下了吧？哎，是在说我们吗？班长有什么事吗？有事的话快点说，我们可是很忙的。我确实是找你们有事，虽然我知道你们等会儿还要约会，不过我也不是有意来打扰你们的。你们看一下周遭，大家都在准备学员季是吧？但怎么好像和你们2个人无关似的？我们的时间可是只剩下1周喽。虽然很不好意思，不过我还有打工要忙，今天也刚好有排班呢。我也是的。而且这种活动就算没有我也无所谓吧，像我这种阴爵本来就不适合和大家参与这样的活动。等一下，那阴爵要怎么样才能和美少女交往啊？抱歉，当我没说。然而令你们没想到的是，班长居然使出了必杀技是下作，然后就拜托你们了，真的只差你们2个人了。因为身为班长，我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和班上的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回忆，这可是我们高中3年仅有3次的重大活动啊！边上的同学都以为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而你和志乃却因为班长的真诚而决定参与到其中。哇，真的吗？你们终于感受到了我的热情了吗？就在班长准备抱向你的时候，志乃强势回防，不要擅自乱抱别人的男友啊！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学员季吗？如果是和志乃一起的话，那我也很想参加啊。既然要参加的话，我们也得好好抽出时间来帮大家准备才行啊。那打工的话，从明天开始。而你却在一边偷偷笑了起来。怎么了吗？没事没事，骗人，怎么啦？只是觉得能和志乃一起参加学员季，感觉一定会很开心。然而在第2天，大家都因为顾及你们的约会，纷纷表示不需要你们帮忙。男同学们更是鬼哭神嚎，还要补上一句爆炸吧现充。所以你们是想让我穿着你们特定的衣服来招揽客人？才不要！而且那种衣服就算要穿，也只能穿给3代看吧。藤原答应的话就可以吗？那藤原，你看这样的衣服如何呢？哇，绝对不行！好吧，既然连男朋友都这么说了，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呢。然而突然出现的班长却说，还不是因为你们到处秀恩爱？哪有，我们一直以来都很正常的嘛。对啊，听说有一位同学在制作茶点时好像遇到了困难，然后杰奇同学你不是很擅长料理吗？所以我想请你们去帮个忙。就这样，你和杰奇一同来到了料理教室。原来是高沙同学啊，你跟他很熟吗？还好，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已。他正在弄的那个5颜6色的东西难道是面团吗？应该是吧，感觉像是要做饼干。看到高沙同学正在制作黑魔法一样的东西，你和杰奇终于忍不住了，决定进去看一看。你好，我们是班长找来一起帮忙制作点心的。班长难道是四风院同学？本集就此结束，我是奏宇，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点赞关注哦。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能和全班第1可爱的辣妹交往，并和她一起享受美好的校园生活。这天你和志乃一起来到了料理教室，帮助同学制作点心，也就是说你们是四风院同学下令来帮忙一起制作饼干的吗？说下令好像有点太夸张了，不过也差不多是那样，没错吧？真是非常感谢你们。那请问你们能帮我尝一下我刚刚做的饼干吗？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好的一次。然而你看着这五彩斑斓的饼干，心里想着，不过国外的点心好像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颜色，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味道，不试吃又怎么？在你还没有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志乃就已经将饼干塞入了嘴中。然而志乃也是因此被光速打出了战败 CG。志乃，你没事吧？对不起，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很会做料理，所以这已经不只是做的好不好的问题了吧？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啊！没事，我没事。这个饼干你也吃吃看嘛，只是刚入口你就已经魂游3途川了，拼尽全力依靠了减少5年的寿命才抵抗住了饼干的毒性。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应该卖给客人，差点就看到人生的走马灯了，真的非常对不起。明明其他人都能做得更好，但就是只有我不管怎么练习都还是做得很差劲。四分院同学他甚至为了帮我试吃而倒下，他也还是一直不停地鼓励我，但我却原来班长也吃过啊，所以才会来找我们。或许我还是不要再做点心会比较好吧。没事的，别担心，别看我这样，我可是很擅长做点心的哦，所以我也一定会把你教会的，好吗？真的可以吗？我做成这个样子了。只要我们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找出来，然后一一修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没事的，你一定可以的。那我们再从开头一起做一次看看吧。接着高沙同学就开始了他的表演。等一下，那我在替食物上色啊，请问怎么了？如果是想替食物上色的话，应该要用专门的食用色素哦。然而看着高沙同学拿出了马桶清洁剂，那请问清洗食物的话是要用这个吗？毕竟要是没有洗干净的话，让客人食物中毒，当然绝对不是啊。不是吗？担心卫生的话，只要好好洗手就可以了。而且用烤箱烤过的饼干基本上也不太会有细菌存活。顺带问一下，你之后还打算要加什么吗？因为最近有点冷，所以我还想加点暖宝宝粉进去。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点心，但再怎么说也不能把这种东西加进去吧。不过也许正是因为高沙同学他是一个认真的人，所以才会想这么多吧。毕竟我现在帮不上忙，就静静的在旁边为你们加油好了。完成了。3代，你吃吃看，告诉我们怎么样吧。改良之后的饼干味道究竟如何呢？本集就此结束。现在嘴巴张开啊，
啊，不行不行，先前的饼干实在太过震撼，现在我的身体都在害怕。没事没事的，这次就相信我好吗？在吃过高沙同学之前制作的抽象饼干之后，你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然而你却鼓起勇气吃下了饼干。在有了女友的帮助之后，做出来的点心竟然意外的好吃。你看，只要照着食谱做就行了吧？好厉害，原来我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点心，而且还可以拿出去卖。你也太夸张了吧！总之，食谱上面写着什么，你就跟着做就好了，不用乱加料，知道了吗？在帮助完高沙同学之后，你和志乃一同离开了。如果我能把点心做好的话，司风院同学也会夸奖我吗？虽然班长是个有点奇怪的人，不过即便吃了那样的点心，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高沙同学呢。怎么了吗？没事，只是突然想亲你一下而已。嘿，这样子啊，原来是想要亲亲啊，可以哦。现在附近应该没有人吧？在你们刚亲上之后，你突然警觉地听到了哒哒的脚步声。三代，你的心跳声音好大啊！我也是哦。其实每次和你接吻的时候，我的心跳都好像要跳出来了一样，每次都害羞的不得了呢。志乃，怎么还想要再来一次吗？可以哦。正准备躲开的你，突然被志乃抱了起来。完蛋了，被发现了。然而看到这一幕的中刚却自觉地离开了，并为你竖起了大拇指。三代，你今天怎么啦？今天好像特别紧张呢。因为是在学校的关系嘛，明明是三代你说想亲的。不过我也是呢，要是不小心被人看到的话就糟了，对吧？是啊，以后要特别小心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也帮我和杰奇同学说一声吧。你自己说不就好了？因为杰奇同学感觉有点恐怖啊。正在一旁吃着素的志乃正恶狠狠地盯着班长。因为上次被踢的关系吗？是啊，那真是很疼啊。好啦，我会帮你说的。司风院同学，我学会了杰奇同学教我的饼干了，这是我昨天自己在家里做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能请你再帮我尝一尝味道吗？这次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颜色看起来很正常，也没有奇怪的味道，是饼干的味道哎，而且也没有毒。果然司风院同学也会那么想的。不是那个，我想说的是独创性的。对，没错，是独创性。学完季之后，接下来就是期末考了呢，我也会为你加油的。哦，这次我一定要考年级第一，毕竟可不能总是输给那名不知名的第一名啊。而你在一旁偷偷庆幸着排名不公开，因为你就是那一个第一名。司风院同学的话一定可以的。怎么了？皱着眉头的。没事，只是在想期末考试的事。没事的，没事的，我肯定没问题的。哎，你突然怎么了？因为每次都很惊险嘛。我的成绩应该还行，所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你也可以来问我哦。别太在意，就当做是让我耍帅吧。谢谢啊。然后班长也希望能让我和你说一声谢谢。班长的事就不用特别提了。呸，别。而在这之后，志乃去打工了。这时你也想着自己也应该找找工作了。你来到了之前约好的面试会场。哎，里面该不会没有人吧？好吧，看来只能先在这里坐着等了啊。那个你好，请问你也是来面试的吗？是的，你好，初次见面，我叫佐伯初，现在是高二，我想应该也和你差不多吧。你好，我叫藤原三代，现在也是高二呢。真的，我们同年啊，抱歉，刚刚忘了用敬语了，没关系啦，毕竟我们同年。这样子啊，请多多指教了呢，藤原。不过太好了呢，我们一样都是男生。哎，然而让你没有想到的是，如此可爱的孩子居然是伯苦娘。哎呀，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可爱的家伙居然是男孩子。你刚才说什么？哎，我的意思是还好第一个遇到的是同性。你怎么了吗？没什么。难道说我的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吗？是哪里？即使面对的是男孩子，你也感到十分的紧张和害羞。哎，告诉我嘛，你们两个就是来面试的吗？让你们久等了，不好意思。那么面试现在开始吧。首先让我看看你的简历。面试官在看了你们两个的简历之后，发现你们两个都希望被分配到清扫部门。藤原同学从气质上来看还能理解。佐伯，你是男生吗？是的。这样啊，因为你长得太可爱了，感觉有点可惜呢。不过你好像很适合在活动上扮演角色，站在人群面前的那里。然而这时你却发现佐伯一脸忧郁的样子。那个在之前打工的地方被强迫换上奇怪的服装，那真的非常羞耻。被要求穿着女士的旗袍接待客人，还有用奇怪眼神看着我的大叔。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实在是对不起。不是我内心太脆弱了。那么面试就到此结束吧，虽然有点仓促，你们两个都录取了。总之之后的作业流程培训日期我会再通知你们。最后是自我介绍，我是副会长小木美嘉，年龄是28岁，今后多多指教喽。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打工面试，但还是总算撑过去了呢。我说藤原同学，这时你发现佐伯同学正一脸娇羞地拉着你的袖子。我们俩都录取了呢，我想我们彼此都会遇到一些困扰，或者有一些事情想和对方商量啊。是啊，所以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联系方式？既然是工作上的伙伴，不知道的话就太奇怪了吧。佐伯正一脸期待地看着你。偶尔也需要互相联络一下呢。也是啊，还是知道一下比较好吧。谢谢，我很开心。这种有点做作的可爱，大概就是我被迫穿上奇怪衣服的原因吧。在这之后，佐伯向你询问了你的电话以及一大堆社交 APP 等等。我没有装那么多 APP 啊。
哎，是吗？因为我就是和外表一样阴沉的边缘人啊，我没有必要用社交软件，虽然看起来很老实，但也没有阴沉到那种程度。话说回来，我也是个边缘人啊，可是我倒是觉得你像是个现充哎，才没有那回事啊！机会难得，同学你也下载一下 APP 嘛，我们拍张合照，然后加上点特效，弄成情侣风上传吧。这家伙怎么这么积极啊？虽然契机是打工，但难得都认识了嘛。这样啊，你想和我做朋友啊？毕竟是新环境，有个关系好的人在会比较安心嘛。但是我拒绝和你合照。哎，接下来要怎么做？点一下这个就可以下载了。太好了，今后请多多指教哦，同学。朋友嘛，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事，除了智乃以外，我还是第一次记下别人的账号呢。再想起了班长被智乃防备的样子，至于智乃，应该没有必要特意告诉他吧。在这之后，你回到了校园里，和智乃讨论起了校园季的事情。这时，智乃对你说：“我去年姑且是有参加的哦。”因为要扮鬼屋，所以我就负责扮鬼。明明就是很常见的节目，不知道为什么会大受好评。有很多人一直盯着我看呢，看来是我扮妖怪扮得还蛮像的，有点开心。毕竟让校内有名的美少女来扮鬼，稀客效果肯定超群嘛。今年的活动是咖啡厅，智乃担任幕后人员的工作，而你也在帮智乃拿着食材。你看这个写着栗子花，因为花种的不同，味道也会发生变化。说起来，蜂蜜是哈尼呢，你也叫我一声哈尼吧。哈尼，不要，好软好软，大家都被你们这一通秀恩爱的操作秀麻了。真好啊，能和杰西这样的同学交往。我也想要一个帅气的男朋友啊。四峰院同学对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呢？哎，怎么突然忙起来了？稍微去看一下情况吧。这时你突然发现外面的大家都换上了兔女郎服装。本集就此结束。在和校花辣妹成为男女朋友之后，你们一同参加了校园季，一起享受校园生活。为了能让兔子服装咖啡厅办得更好，班长找到了你，希望你能拿着这块宣传牌在校园里到处走动。不，这绝对会被骂的吧？我想全力冲刺到最后。这家伙已经太过激动，已经失去冷静了，对现在的班长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只能接受他的提案了。总之随便晃晃应该就不会被抱怨了吧。喂，同学，这块招牌是怎么回事啊？这时中刚老师发现了你，我允许的是咖啡店，不是这个吧？我只是被要求拿着这个去宣传而已，毕竟校园季也有开放一般入场，在这种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顾虑，现在也没有办法把活动内容改了吧？我们班的活动就停办了吧？我们有没有身体上的接触？虽然很害羞，但是也有客人给我们小费，只是用奇怪的打扮在咖啡厅工作而已。闭嘴！真是的，你们有在反省吗？总之要是有人来投诉，然后传到校长那里，事情就麻烦了，我可能也保护不了你们了。真是的。而你和智乃也是因此有了时间，可以去逛一逛别的摊位。明明应该是会充满回忆的校园季啊！毕竟班长也特别用心啊，明明只要是那套衣服不通过就没有问题了。那个，我问他可不可以穿上兔子或者猫猫的服装，可以吗？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用那种问法谁会知道会变成兔女郎服装啊？不过走可爱路线不是也可以吗？之后你想象出了智乃穿可爱服装的样子。智乃你怎么穿母 Q 的衣服？或许失败也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吧。在这之后你和智乃一起进行了占卜，在智乃的威压之下，占卜师给出的结果是智乃以后的结婚对象就是你。你和智乃一起品尝了巧克力香蕉，虽然是你主动提出要去鬼屋玩一玩的，但是在出来时你却被吓得只敢抱着智乃的胳膊一直不放。好了呀，背我，真拿你没办法，嘿嘿。Go！ 就这样，你背着智乃找了一个地方去休息。自动售卖机，我去自动售卖机买点饮料吧。你想喝什么？不用了，我想做点像男朋友会做的事情，而且最近你一直都在为我做便当啊。谢谢。那我想喝奶茶。然而在购买饮料时，你却意外发现了一件事情，你在门缝中却看到中刚老师穿着咖啡厅服装。还不够，中刚老师，你还有点不太好意思啊，一点都不像兔子。那么就请变成真正的兔子再来一次吧。然而这时你却突然打开了门。不是的，崩，我是小兔兔。同学君什么都没有看到。崩！班长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犯下了错误啊，老师也有可能一时冲动而犯下错误吧。而且前几天我和智乃在走廊接吻的时候，中刚你也识相的离开了，欠你的人情我会还的，而你就此默默的离开了。总感觉你的表情有点严肃啊。我遇到一只有点大的兔子，比起那个，来奶茶，谢谢，好甜。差不多到学园季结束的时间了哦，总觉得之后我们班好像要开一个庆功宴哦。好像是去卡拉 OK 的样子。但是我想优先考虑我和智乃2个人的时间呢。我也是这样想的。在你和智乃一起回家之后，你发现有一个未登录的号码给你发来了简讯，今天在保健室看到的事情不要和任何人说，拜托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什么都没看到。发送。不管怎么样，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本集就此结束。大家喜欢的话，请多多点赞关注哦。我是奏宇，我们下期再见吧。在被辣妹们改造成帅哥之后，就连我工作地方的副会长都想要和我结婚。不过他在看到我女朋友的照片之后，一定会知难而退的吧。这天是打工的研修日，和我一同打工的可爱男孩子已经在路上等着我了啊，左波。这时他说道：“今天好像要研修，好紧张哦，不知道我能不能好好记住。”看到他一见面就一副热情的样子，我不禁调侃道：“感觉就像是时隔半年的再会呢。”哎，别开玩笑啦，
啊，明明上周才一起面试过的吧？虽然很可爱，但是是男孩子，这也是事实啊。看到我在一旁沉思，佐伯疑惑道：男孩子怎么了？是在说哲学类的事情吗？这时的他却突然责怪起来：藤原君完全不联系我呢，我们明明都交换联络方式了，我是觉得很寂寞了啊。哎，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时的佐伯又爆出了逆天的发言，把我都吓得一愣。你这是在放置我吗？哇，你该不会是在捉弄我吧？不是那样的，虽然不是那样的。这时的佐伯露出了男孩子完全做不出来的表情。虽然说是联络，但是我也不太清楚该联络你什么。其实我到不久前为止都一直是边缘人，要是佐伯你能联系我就好了。佐伯一副要胜过谁的样子说道，那样的话感觉就要输了，这也不是什么输赢的问题吧？你们两个都好快啊！副会长打断了我们两个的谈话。虽然已经中午了，但是佐伯还是说了一句早上好。看到我疑惑的样子，他解释道，在服务行业里，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什么，都是要用早上好哦。副会长拿来了工作服给了我们，看着印有海豚图案的工作服，佐伯都高兴了起来。这时佐伯邀请我一起去更衣室换衣服，我去厕所换衣服就行了。哎，为什么呢？一起换衣服嘛？你讨厌我吗？哎，不是的啦，我只是喜欢一个人换衣服而已。这时的副会长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最终我还是找了一个借口，一个人换好了衣服。然而这时佐伯已经在等着我了。你换好衣服了？那我去把行李放一下吧。久等了，你不用特意等我的。这时的佐伯就像女友生气了一样说道，别说这么伤人的话嘛，我还想和你搞好关系呢，要不然我们勾着手臂怎么样？看着他那猛烈的攻势，我都忍不住吐槽道，这是男生之间会做的事情吗？关系好的话应该就会这样了吧？我开玩笑的啦，藤原同学真是可爱呢。那我们接下来开始垃圾分类吧，毕竟我们的体力和男生不一样，也没有办法呢。副会长的话让佐伯也吐槽起来，我也是个男生啊。在这之后我也主动揽下了这些工作。副会长说道，感觉藤原君会是一个可靠的好男人呢，姐姐我就先把你预约喽。那个我已经有女朋友喽。副会长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说道，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啊？这时我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看到我的手机壁纸之后，副会长惊叹道，哇，好漂亮的美少女啊，这下我可没有胜算了，但是我才28岁啊，这年龄差了有10多岁左右吧。在工作结束之后，佐伯突然找到了我，要记的东西还挺多呢，得好好努力才行。对了，关于刚才的话题，佐伯到底在关心什么话题啊？你问我天气冷怎么办？那当然是和我的辣妹女友贴贴取暖啊。这天打工结束之后，佐伯同学因为从我这里听到了超级美少女，于是好奇的打探了起来。于是我就向他展示了自己的手机壁纸，哇，比偶像还要可爱呢。这时的佐伯却突然认出了照片里的是谁？哎，这不是杰奇智乃同学吗？连我都好奇的反问他，你认识他？杰奇同学可是厉害到连我们学校都在讨论的名人啊，他好像没有在用任何社交软件，所以谁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呢。所以有不少的男生都觉得非常稀有，价值连城啊。听到这些话之后，我都乐得差点笑出声。他说他讨厌奇怪的私信，所以就不会这么做。原来是这样啊，杰奇同学的防备心很强对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同班，他就坐在我的后面。原来是这样啊，我懂了。在和佐伯同学一起回家的路上，我突然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抬起了手的佐伯说道，难道是护手霜？毕竟我刚才涂过新的。原来男孩子也可以涂这么香的护手霜啊，这个是人气专柜的新产品。杰奇同学也有在用这个吗？大概吧。不知不觉就聊到了礼物的事情。这时我突然询问道，如果一个女孩子收到了别人送的不太寻常的礼物的话，你会怎么想呢？没想到佐伯居然秒答，我觉得会很困惑吧。在看到我沉默的样子之后，佐伯说道，感觉你就像是选错礼物了一样呢，不过一定没有问题的啦，女孩子的心胸意外的宽广哦，就算喜欢的男孩子有点奇怪也能原谅哦。在到了车站之后，佐伯向我说了再见，之后就是找女友的时间了。在被一阵风吹过感觉有点冷的杰奇当场就抱住了我，刚才的风好冷啊。是啊，已经冬天了呢。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偷瞄了杰奇一眼，这时的杰奇却发现了，说道，怎么了吗？不，那个总不能对准备好的礼物感觉到不安吧？啊，我知道了。这时的杰奇为我围上了围巾，因为很冷对吧？这样就暖和喽。啊，好暖和啊。这时我的手机铃声却响了起来，志乃也警觉了起来。消息谁发的？啊，是老爸发的，他问我近况如何。那你要写一下我的事情哦。当然应该说这才是重点才行，我想尽量写得短一点，毕竟三代很不擅长写长文嘛。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第一封信只传了自己的名字，我有保存记录，要看看吗？不用了，别想得太复杂了，靠感觉就行了吧。最能让人接受的还是最直白的感受，因为这最能打动人心嘛，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之后我将自己和志乃交往的事情告诉了爸爸。几天之后，志乃来到了我的家里，趁着我去倒茶水的时间，志乃发现我的柜子完全没有关上。那个门没有关系吗？没有关上哎。啊，抱歉，我忘记关了。正准备帮我关上门的志乃发现了里面的礼品袋，因为里面是打算给志乃的圣诞礼物，吓得我赶紧就抢了过来。这是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吗？现在不行。现在？杰奇露出了一脸坏笑，你可能现在觉得很在意，但是还是忘了吧，不管你怎么说，我现在都不能给你看的。是啊，那我很期待哦，我很期待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到圣诞节为止。啊哈哈，马上要到圣诞节了。这时的志乃却突然沉默了起来。哎，怎么了吗？那个在圣诞节之前
不是还有那个吗？那个期末考试，拜托了，我有一个请求，帮我补习吧，我不想考试不及格。之前你说过要考试的话，你会帮我，对不对？我当然会教你了，但是你也太晚说了吧，距离考试只剩1个周了啊。可以的话，志乃不想给三代添麻烦，但是现状看起来很不妙啊。志乃平时都要打工，感觉他也是相当危险啊，真希望时间能有2个周啊。你能想起我说的话来拜托我，真是太好了。哎，你在生气吗？我没有生气，只是在思考怎么教你。说实话，1个星期还是太鲁莽啊。对不起啊，要是我早点说就好了。不，志乃你没有必要道歉，是我说过你可以依赖我的，说过的话就要负责任，所以我必须履行我的责任。所以接下来的1个星期你都要泡在书堆里。哎，三代你为什么卷起了课本啊？看到我的危险动作之后，志乃也慌了起来。我再说一次，我没有生气，也没有觉得傻眼，但是时间不多了，你也是知道的吧？我明白，只剩1个星期了。总之，只是用卷起来的课本轻轻戳了志乃软糯 Q 弹的小脸。也就是说，从现在的状况来看，要变成斯巴达教育是理所应当的吧？哎，绝对生气了，绝对傻眼了。好了，为了回避不及格，开始拼命学习吧。我会努力的。为了不让我的女友成为真正的八嘎，于是我决定对她进行斯巴达式的教育。为了能够让她挤出时间学习，我决定从今天起每天送她回家。为了不挂科，她也是拼尽了全力。而大家也都在纷纷议论我能否当好一个老师。志乃那可是我们笨蛋军团中首屈一指的大笨蛋啊！这时我向志乃提议，从今天开始起，我会送你回家的。哎，怎么这么突然？虽然很开心，但我觉得会太麻烦你了。虽然我说没有关系，但是志乃思考了一会儿，向我解释道，因为他家住在郊区，所以我到家之后可能会到午夜了，因为担心自己住在乡下会被我嫌弃。然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一个这么为我着想的女朋友，我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啦。于是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志乃也就高兴地答应了。然而在坐上电车之后，志乃却露出了一副难受的表情，说是要送我回家，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呼呼，你现在才注意到吗？我还以为你是想增加打情骂俏的时间呢。即使是现在也能更高效的学习啊。于是我就在电车上辅导着志乃的学习，虽然嘴上一直在抱怨，但是一直都很认真的按照我的指示在学习着。总感觉他最近一直眉头紧锁，一直做着不习惯的事情，压力会很大吧。于是我向他提议，要是志乃能够避免不及格的话，我觉得应该给你一点奖励。这时的志乃非常的高兴，但是他却突然陷入了沉思。你的心意我很开心，但是不需要啦。哎，不需要吗？虽然你总是想为我做些什么，但是这样下去三代的零花钱可能就要没有了。这个你不用担心，从下个月初我就要开始打工了。哎，这么快，怎么没有告诉我啊？那我下班谁来接我啊？我会只挑赶上你时间的打工的。这时的志乃却突然警觉了起来，这样的话你在哪里打工呢？做什么工作？有女孩子吗？之后向志乃解释了是在水族馆里的清扫工作，等你能够避开不及格，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商量吧。谢谢。不知不觉就已经快到了目的地了。之后志乃向我指了指那边，我家在那里，那里有一家豆腐店。哎，豆腐店，不过看起来像是快要倒闭的店呢，而且每天只营业3个小时，因为要制作还有配送，所以没有办法长时间营业呢。毕竟是乡下，没有什么人呢。不过豆腐本身也很便宜，赚不到什么钱呢。这时的他突然笑了起来，对我说道，所以我才想着自己的开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呢，所以就到处打工。不过既然是豆腐店的话，那不是豆腐可以随便吃吗？可以是可以，但我不怎么吃豆腐。哎，是不喜欢吗？不是。以前都是经常吃，但是因为在意一些事情，所以就不怎么吃了。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能保证不笑吗？啊，这我可就好奇了起来。那个有传言说是吃了豆腐的话，身材会变得更好，大概就是因此志乃不太喜欢别人的视线吧。那个你好像经历了不少事情啊，不用特意安慰我啦，你愿意听我说这些，我就已经满足了。因为志乃之前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些事情，现在说出来感觉心里轻松多了。这就是我的家，家人都在里面哦。哎，接下来的发展该不会要出发和父母打招呼了吧？在送最可爱的辣妹女友回家时和她接吻的场景却被她的点子王妹妹发现了，总感觉有点紧张啊。来到志乃家门前时，我询问她，今天我应该向志乃的父母打招呼吗？难道不是因为有这份觉悟才送我回家的吗？虽然我也想过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觉得深夜这个时间点不太合适，所以我就向志乃解释道，打招呼应该选择白天比较正式吧。然而这时的志乃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好像还没有跟父母提过三代的事情呢，或许这是一个好机会呢，所以我也得下定决心才行。要是保持沉默的话，米西可能会擅自告诉他们的。志乃这样的行动派当场就想叫他们下来一下，而我也因为不太正式，所以只好阻止了志乃。真拿你没办法，那就像平时一样来一个告别吻吧。哎，不行，在志乃家门前。然而在思索了一会儿之后，我还是选择亲了上去。这时的志乃眉头一皱，对我说道，是不是有点太短了？然后他就用手指轻抚了我的嘴唇，对我说道，开玩笑的啦，我刚才是有点任性。在和志乃道别之后，我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一阵笑声，刚抬起头来就发现志乃的妹妹美希正在窗边站着，发现她正捂着嘴偷笑。这时我咳嗽一声回
回过头来被美希看到了，她应该是因为我来了觉得好笑才笑的吧？那孩子好像就是这样的性格呢。志乃回家的话，有家人在等着他呢。此时的我回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事情，从我有记忆开始起，到现在几乎没有时间在一起了。那当然也包括小时候移居国外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我和他们语言不通，也正是因此才造就了我这个社恐的样子呢。真羡慕啊！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现在要帮志乃好好准备考试了。第二天来到班上，我对志乃说道，这次数学的考试重点在于微积分，但是积分部分我打算放弃。总之微分的题只要多练习就能拿分。英语的话，因为耳朵还没有适应，所以放弃听力，把全部精力用于长篇阅读吧。大家在看到志乃努力学习的样子都感到十分震惊。志乃是在信任我的基础上才依赖我的，其实我并不想对他这么严厉，但是这也是为了他好，让我们两个一起努力到最后吧。然后终于到了考试的当天，但是我却突然发现志乃没精打采的样子。志乃，你没事吧？没事。这是大家一副吵吵闹闹没复习好的样子。班长此时大声说道，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静。班长，现在就你最吵了。将试卷递给我后座的志乃之后，我对他说道，志乃，加油吧！结果志乃一脸高兴地回复了我，而考试就此开始。志乃能否顺利通过呢？为了能够让我的辣妹女友顺利取得好成绩，我决定在这次考试中故意错几道题来控一下平均分。这次考试中我把第一让给班长的话，他和高莎同学的关系也会有所进展吧。而且平均分下降也可以帮助到志乃，但是我一个人可能无法左右整个年级的平均分啊。不过心意还是最重要的。考试结束之后，志乃长舒一口气趴在了桌子上。我回过头来问他发挥如何，我觉得自己发挥得很好呢，倒不如说考的题目基本上都是你教我的，吓了我一跳呢。毕竟我知道出题的风格嘛。虽然我平时的时候没有问题才会开玩笑的，但是该认真的时候我还是会认真的。接着志乃笑嘻嘻的说，就是喜欢我这一点。虽然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全科都及格，但是我感觉这是考得最好的一次。话说你这次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因为补习是从寒假的第一天开始，志乃非常讨厌这个。说起来那天我们好像约好一起过了，而且补习还要持续好几天，会影响我打工呢。过了几天之后，志乃终于全科及格了。我笑着摸着她的头说，这太好了。结果志乃就这样背刺了她的好闺蜜们。此时的班长流下了眼泪，他终于拿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第一。发现有一点问题的老师打算让我放学后来他的办公室，志乃立刻站了起来询问为什么。我又不是要训他，所以才叫他去办公室的。那你就在这里跟他说不就行了吗？结果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引起了骚动。之后好不容易说服了志乃，然后志乃小声的对我说道，三代，要是他对你做坏事的话，你要马上告诉我哦。来到办公室之后，老师说辅导别人学习是一件难事，我还教的挺不错的，但是我的试卷上有明显故意丢分的情况，还是被发现了。可是就算这样也没有必要特意叫我过来吧。这时的老师有一点尴尬，说起了主题的事情。原来是我当时看见了老师 cosplay 的事情啊。说起来我只记得我们班的咖啡厅被叫停了，除此之外我只记得和志乃一起玩去了。你这种看气氛说话的男生我最喜欢了。老师向我竖起了大拇指。在回来向志乃说明了情况之后，我去了他打工的咖啡厅。结果此时高莎同学也来到了这里。我们在聊了一会儿之后，我突然问他，对了，你好像跟志乃聊过一会儿吧？高莎同学却反问我，志乃同学他跟你说了多少？而本集就到此结束了，成功邀请辣妹女友一起去温泉旅馆了。结果他居然比我还要积极，直接查起了攻略。来到女友打工的地方，遇到了高莎同学，我一眼就看出了他在想班长的事情。高莎同学也是因此变得十分害羞起来。志乃在忙完之后发现我们之间的气氛十分尴尬，于是他就明白我已经猜出来高莎同学喜欢班长这件事情。原本高莎同学还打算和志乃商量，结果志乃却说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我，所以想让身为男生的我来帮助他。这时的高莎同学说道，我觉得班长人很好啊，为什么触碰到了志乃的逆鳞啊？班长只是太兴奋了，想要拥抱我，所以才吃了志乃一个大飞脚啊，这种话我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于是高莎同学瞬间起身，在不明情况下向志乃道歉了。为了帮助高莎同学，志乃说道，我们直接去收集情报吧，也就是说去当侦探。没想到志乃居然是认真的。就这样我们打算一起去跟踪班长，因为担心班长的隐私，所以高莎同学就不打算参加了。在放学的路上差点被班长发现，所以我们两个直接就撤了。因为看到班长去了补习班，所以我们两个人选择了快餐店。等了许久班长都不见出来，就连志乃都着急了。于是我和志乃闲聊起了之前的事情。话说志乃，我说过只要你不挂科就有奖励。前几天你在我家里随口说的想要去温泉，所以我找了一个不错的温泉旅馆。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不过应该先拜访一下你的父母。我想直接去的话可能不太真诚。你怎么突然一副下定决心的样子？这种事情就是要靠一股冲劲才能做到啊！感觉平常的氛围完全不敢拜访你的父母啊！在聊完之后，我们发现班长又去了书店。来到书店之后的班长居然又在想学习的事情，而此时的志乃拿出了一本书挡住了自己的脸。果然比起那些，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加深爱意的接吻方法。真是一本厉害的书啊！志乃当即决定要买下这本书，因为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班长开始东张西望的。结果此时高莎同学居然也来了，而且居然是从一开始就在。在发现了他的跟踪行为之后，高莎同学居然害羞的说道，那个关于四凤院同学。在爱意满意的此刻，高莎同学能否说出口呢？